爸，我们到家了。欢迎回家。爸，老公，赵阳，以后啊，你们想吃什么，跟管家说一声就行。我这个年纪了，什么好吃的没有吃过，别人整的好像在施舍我们也啥。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是说呀，以后把这儿当家，咱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别以为把我接过来就会同意你跟赵雪复婚，要想复婚呐，还得看表现。这卡呀，你们随便刷。随便刷，嫂子，真的？老爸，你真的原谅我了？你们呀，只管享受消费，我买单。赵总你好，我是你的新秘书郭文馨。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哥哥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这么久都不来看我。最近家里事儿比较多，你怎么来夏氏工作？本来只是想试试，没想到面试通过了，人事还安排我来给你当秘书。这就是缘分。今晚去我家。狗改不了吃屎。我这边一切顺利，该带赵阳去玩玩了。最近还不行，我还没有和夏若曦复婚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她哄好。他比我大是不是？哎，文馨啊，你再忍耐一段时间，等到我和他复婚以后，在夏氏站稳了脚跟，到那时候。好吧，既然你是为了我们的将来，那我就放过你。哎呀，有钱的感觉是真的好啊！经过我的深思熟虑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再进一步。怎么前进啊？这钱不都随便刷了吗？你傻呀？万一哪一天他不给我们刷了，那咱们不就亏大发了啊？我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欣欣对我的感情那纯粹是犯贱，打都打不走，怎么可能不给他们刷？我看呢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咱们呢还得这样。行，你们要买别墅？欣欣啊，这栋房子是你爸的，我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家。是啊，嫂子，你看我都这么大了，还给你们先说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怎么了？还不乐意了？你跟赵旭离婚的事，要不是我瞒着，20后的名声早就被人骂死了。爸，我没不乐意。最好痛快点儿，别忘了，你跟赵旭复婚的事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好吧，那就买一栋别墅。是3栋，三栋，没错。怎么以为我们买不起？废那么多话干啥呀？直接给钱不就完了吗？好，我马上准备合同。辛苦了啊！辛苦了。老爸，
快来一起交定金啊！老公，我闺蜜出了点事儿，我得去看看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老板，这个别墅一定能拿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老婆，钱。你们谁交定金？恐怕他们今天啊，谁也交不上这定金。恐怕他们今天谁也没钱交这定金。孟小姐，您来了。孟娇，孟娇，你个不要脸的娼妇，逼我离婚，欠了高利贷，我恨不得我掐。你应该感谢我，要不是我呀，你还没这生活条件。哎，哥，还有点懵。闭嘴！废那么多话干什么？你不但给我闭嘴！别让一个外人挑拨了我们父子关系。现在咱们还在买别墅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看上这3栋啊，刚好我家宝贝喜欢呢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呀？孟娇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谁让我有钱呀，多到花不完呢。你有钱了不起？跟你们比，好像是比你们有钱不少。哦，对，宝贝，今天啊，只要是你看上的，我都给你们，让你乖乖的哟。好，千万就别学某些人呀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最后什么都没捞到。孟娇，你别太欺人太甚了啊！臭婊子找臭手！什么货色？你敢对孟小姐不敬，赶紧滚！这穷吧，果然是有穷的道理。闹够，赶紧滚吧，不要妨碍我家宝贝看房。你们买不买？不买赶紧滚！这儿也是你们这种穷鬼能来的。你知道我儿媳妇是谁吗？你一个打工仔，该跟我叫嚣？那你说说，你儿媳妇哪位？哎，我儿媳妇是夏氏集团的千金，独生女。在以后，夏氏集团呢，都是我儿子的啊！我呸！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仨，定制西装都掩盖不了你们三人穷酸气。哎哥，要不给夏如新打个电话，这不存钱好还钱。哎呀，我开这电话呀，打到明年，这能不能接得起来呢？哎呀，你们家提款机不要你了。我家欣欣才不会是你这种不要脸的老女人。哦，拜托，你帮富婆的时候，你也掂量自己好不好？赶紧滚吧，不要妨碍我付款。我看今天谁敢跟我抢？臭贱货，看你还敢瞧不起我！好了1个月之内必须付清全款，不然定金是不退的。你求我干啥呀？他敢不拿钱试试？恭喜你们呀，即将开启不一样的人生。走吧。呸！贱货！哎呀，今天这一杀呀，算是长了大脸了。爸，孟娇有句话说得对，希望我们不一样的人生越来越精彩。我咋觉得孟娇的意思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意思？所以你们懂我意思了？装腔作势啥意思啊？哎，爸，不过他说对了一件事儿，要不是他，夏如新也不会发现我那么有魅力，那么抢手了。要不是老这指点，你们俩有现在的日子。哎，我也处理。以后只要咱们叶莎齐心协力，指不定财源滚滚。爸爸，爸爸，没事儿。这才是生活呀！感谢赵总的信任，来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嗨，区2500万的小单子，小意思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
赵总放心，张某是懂事的，以后和下次的合作全仰靠赵总了。真看不惯他们这群小人得志的嘴脸。既然看不惯，那先走了。那你呢？我啊，等着看好戏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早就听说你老见识多广，敢想敢做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，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。我看你呀，还是识趣，有眼光，那老子就指点你2句。洗耳恭听，洗耳恭听。赵全，你这个老不死的死牛鬼，你给我出来！别让他们进来。赵全，你养这儿媳妇有点钱，你都不知道是谁了吧？我今天呢就让你这些亲戚看看，你这个不知廉耻、忘恩负义的老东西！赵全不是这样人，什么不是？去年腊月借了我500块钱，到现在没还，现在有钱了还没有还钱的打算。哎呦，还欠我300块呢，到现在都没还。赵全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你要赔偿我青春损失费，要不然把你干那些事啊我都抖了出来，我看你老脸往哪搁！放肆！我赵家的宴会允许2人撒野，我绝不容许！回来！怎么了？我的金钱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场合？都看着呢，注意素质，素质！王秀芝，你要不看看你自己，你配我吗？啊？还有你们，穷乡巴佬，我跟你们是一个层次吗？就你们几个臭钱，还想跟我要？赵全，做人不能这样，不能忘本啊！就是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有钱了不帮亲戚就算了，居然还想赖账！哼，忘本！赵阳，拿着这些钱有多远滚多远！我赵全没有你们这些穷亲戚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今天就给你没买！还赖着干什么？把他们都拖走啊！赵全，你老东西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一点家事，我们继续。继续啊！我说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参加这种宴会？果真有趣。这就是金钱的魔力，是时候该收网了。我这是准备。欣欣啊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！你快起来，求婚哪有这么贵的呀？哦，我忘了。欣欣啊，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2年，这2年，你帮助了我很多。我家庭条件不好，是你一直在帮衬我。那么你愿意陪我走完未来的10年、50年、100年吗？我愿意。这个戒指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是这是我能拿出的全部。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给你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欣欣啊，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年。这5年我们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，但万幸我们没有丢掉彼此。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再照顾你一辈子吗？今晚要不要去我那儿？最近不行，夏若欣还没和我复婚，现在紧要关头，是很好的。欣欣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录音是假的，这是合成的呀！赵旭，我让你弟和你爸开豪车住豪宅，我给你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我觉得这么掏心窝子对你，你呢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我。欣欣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勾引我的。赵旭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欣欣啊，我们2个就是亲戚，所以我对他照顾有加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你相信我呀！你以为我就这点录音吗？你和郭小姐的视频已经上热搜了，恭喜你们，
我出商圈。夏若曦，你这一巴掌是扇你不知廉耻，这一巴掌前世的仇一巴掌太轻了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是单纯想扇你。既然你什么你？你现在名声已经臭了，还是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在江城混吧。夏浩，你走。谁不慎手？谁不慎手？我没死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阻拦我？长辈说话，一个小辈插什么嘴？你小浩，让他说完。醒醒啊！虽然赵旭有错在先，但是你就没有一点原因吗？那我有什么错呢？你看哈，你长时间住在娘家，我儿子也是正常男人，长得帅，工作体面，难免被一些莺莺燕燕的缠上。他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哎，嫂子，你就原谅我哥吧。放心啊，以后我一定帮我哥看紧一点。要原谅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西江，你真的愿意原谅我吗？我什么都可以做呀。精神病院很适合他。办好了再来找我。旭哥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说，人为什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变得那么可怕？可能他本来就很可怕，只是现在不想掩饰了。最不能直视的就是人心。夏浩，你会永远爱我吗？我会永远爱你的。如果有一天我和爸妈出了意外，你一定要说好下家。不会有那一天的。放开我的面！周旭，你不能好死！王八蛋，怎么会放开我？他的家人真的不会找上门吗？我爸已经把他和我的视频发给他的家人了，他爸已经在授权书上签字了。你现在是他唯一的监护人。老公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的。你这么一个青梅竹马在你身边，我实在是不放心，跟爸也不好交代呀。你现在这么做呀，我爸也就明白你洗心革面的决心了。现在呀，我还是夏氏采购部经理嘛。老婆，你开心就好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重新介绍一下，我就是旭哥的女朋友郭文馨。你就跟你的孽种安心的去吧。夏若曦，我不过跟你老公睡了几次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相信重生吗？你相信重生吗？什么？你可能不能理解，你只不过是睡了我老公，我为什么要冒风险把你关在这儿？让我们做个假设，假如我和赵旭还是夫妻，只要我和我爸妈死了，赵旭就能合法继承我们的家产，和你在一起，那你愿意为他杀了我全家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这就是你上辈子对我做过的事儿啊！重生回来，我只不过是提前把你害我的可能性掐断了，我还留了你一命，你不应该感谢我，高抬贵手吗？你疯了！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
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这个疯子，你才能被关在这里！病人血液激动，病人信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夏日清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放开我！郭文新这个病人，除了我，任何人都不能探视，将他从医院闭环名单中消除。夏小姐，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严格监管这个病人。哎，你把佣人都辞了？怎么可能？我还嫌佣人不够呢。那人都去哪？哎，我打个电话问问夏如新。关机了。赵阳，你给我出来！谁啊？怎么借搞你的？农业，要不我欠你的钱再等等，我一定马上还。好，我就相信你，马上。哥，快来你嫂子！嘘。哥。1个星期不还钱，我就打断你一条腿；2个星期不还，打断你双腿；3个星期不还，我只有2条腿，老爷。咔嚓。哎呦！我告诉你，以后凡事动点脑子，脑子！赵旭，你有病吗？我的最爱你还打我，活该！你个兔崽子，招惹谁不行，你招惹那帮玩意儿啊！今天要不是你哥我俩在场，你们这冻死了还不知道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那时候还不是有钱，我就跟我兄弟去赌了几把。我跟你说，刚开始我挣了几10万，要不是后面手机被把它输掉，我也不会欠。你个蠢货，你属于那杀猪盘的！爸，是白纸黑字写的，你得救我。那真是管不了你了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农业在道上什么名声？你敢欠他的钱？爸，你也欠了。再说一遍，当初在医院给你治病的时候是和孟娇借的钱，现在孟娇把账转到了农业的手下，然后呢？然后夏如新跟你说账清了呀。可是我还没想到还有农业这茬啊！那人多着干什么呢？赶紧给律师打电话呀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急了，夏如新是你媳妇儿，你媳妇儿没给还钱，关了国族关系？跟你没关系，跟你这边还跟你没关系。我可提醒你们啊，钱是你们借的，跟老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爸，你赵旭，你给我出来！幸亏老娘早有准备，不然就被你白玩了。你拿这个给我看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要钱，你要是敢不给，就等着上新闻吧你！你别逼我啊！哎哥，你这件事可不如高利贷好，而且啊，你还刚上热搜，这事嫂子才原谅你。你再等这一说，闭嘴！老子怎么就养了你们这2个废物？你们赶紧都给老子滚，免得在别墅里给老子丢人现眼！爸，这别墅好像是夏如新的吧？我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合着你们爷3个都靠女人养活着，拿着老婆的钱在外边养别的女人，下雨打雷怎么没劈着你呢？我要不要脸那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吧？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
别逼我对你动手啊！你也就只能对女人动手了是吧？娘们儿不打，他不得上天？你更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都半截身子入黄土了，也不消停消停。你赵旭，自己解决。哎，哥，好心提醒，这事要解决不好，我们啊，可能一家人都得滚。你滚！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给钱100万。我靠，你穷疯了吧你！哎呀，不就是要钱吗？早说呀，干嘛动手啊？记住了，1个星期不还钱，我就把视频发给你老婆。走，老实点，慢走啊！有空常来玩啊！呸！哥，你现在压力可比我大。要不是你去勾引孟娇，我至于惹上那个女人吗？啊！我再次验，是孟娇故意我的。你清高是吧？街上看条母狗，你都想上是不是？你老来以后啊，我早看你不爽了。一个个的，每一个争气。眼下最主要的是找到夏若欣，她要是丢了，在营山全都完蛋。电话都打过了，不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没有的东西，你不是找他妈去吗？对呀。喂，宝贝儿，哎呀，别着急嘛，过几天就把钱给你转过来。全哥，你是不是没有钱给人家了？哎呀，你全哥怎么会没钱呢？少骗我了，有没有钱你心里有数。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装纯情少男，真让人恶心。好了，以后别联系我了。爸，你糊涂啊！爸，你不会告诉我你还给女主播刷礼物吧？哼，爸，你就老实说，刷了多少？爸，你就说嘛。你就180万啊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关机了。爸，这不行啊，赶紧打微信，必须把钱要回来。哎呀，都当奶油小事，还在那里害臊啥？就是。火！哎，拉黑了啊！我。爸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，你怎么还越老越糊涂呢？爸，你都多大年纪啊？人家王秀芝阿姨陪你绰绰有余，还省钱儿。够了，不就100万吗？你再向你媳妇要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关键眼下找不到人呢。废物，连个娘们儿都看不住。对啊，你上哪去找这种傻缺媳妇儿？你闭嘴。OK， 行，我现在就去找他妈。那等一下，我跟你去。那我也去。哎，你们几个怎么回事？咋还没走呢？哎，正准备走呢，你打我干啥？在老子的家往哪走？哎，这也是我家，你谁呀你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做梦吧！好好给我看清楚，这到底是谁的家？好好看看，你住的是我的别墅，房租都是按每一天来结算的，一天不给你老婆走人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都怪你不争气，记好了，吃饭的钱都没了。那也不能都赖我呀，那信用卡钱不还有我有什么？哥，要我说，这事还都赖你。你看啊，这夏若欣是你媳妇儿啊，是不是你媳妇儿给咱借的信用卡啊？是不是你媳妇儿没给咱3还钱？不是，那钱又不是我一个人花的。这话说的对，卡是你媳妇儿办的，钱是你媳妇儿没还的，这事儿得你自个解决。那一天天的，就让我跟着你操心。像个男人吧。哎，别走啊！爸，我们到家了。欢迎回家。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是说呀，以后把这儿当家，咱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卡呀，你们随便刷，你们呀只管享受消费，我买单。恭喜你们呀，即将开启不一样的人生。夏如欣，这部戏总算接近尾声啦，谢谢你们。这复仇的路子我见得多了，你这种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对啊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世界上最痛苦的惩罚，莫过于从天上掉到地下。何况他们还是从一个穷鬼被捧上天的。等他们彻底膨胀，再把他们打回原形，是比原形还不如。把夏如欣给赶出家门，让他净身出来，再想办法的再从他身上捞上一笔。有啥办法？秦老师，赵旭，枉我曾经这么信你爱你，没想到你一直在骗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不会再认了他们宰割。你说的对，姐，他们那种人渣就应该好好惩罚他们。这出戏我可是第一个出场，这戏份嘛有点多，我得加收演出费哦。好，谁叫你是女1号呢？话说回来，你们这出戏是从哪一场开始的呀？哦耶！我就知道天助我也。夏若欣啊，这3年我对你不薄吧？你还出轨？你俩可真会玩呀！不过你怎么保证他一定会跟踪你的？就凭他们的脑子想让我净身出户，也就只能想到这一点了。哦，所以你干脆来个反间计，再来个美人计。不，我是先来到了你这个美人计。赵旭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想进我夏氏的门儿，想都别想。老婆，赵旭，我爱你，我住2天就回来。该你上场了。这话我爱听。不过这年轻漂亮的小姑娘那么多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呢？因为我太了解赵旭了，他呀只爱钱。帅哥，你这样盯着女生看，我会很傲哦。我还是不懂，这赵旭背叛你的事情已经是公开到台面上了，为什么还想让你相信他？他是不甘心。那个吸血鬼只是不甘心在我姐身上浪费了这3年，什么都没得到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呀，你这气场拿捏真是绝了，把这3个男人都耍得团团转。专业演员。反正不对，他就想害死我呀！差不多，我该上楼了。你确定要这个节骨眼回家？他们3个被孟娇欺负成那样，真有一肚子火没地儿撒。我现在回去啊，火候刚刚好。那我跟你一起上楼。哎，你别去，你去了，这戏还怎么演？不过你怎么确定赵全一定会摔倒？
我当然猜不到了，不过我能猜到他们3个总有一个人会受伤，不然他们怎么跟我讹钱？他要是不想讹我钱啊，我又怎么假装不想跟他离婚呢？这逼赵旭离婚，再让他净身出户，我可是最关键的推手。哎呀，老公，我不想离婚。老公，说话呀！老公，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对吧？可你们除了感情还有什么？我得保证你是真的需要我。啊。不过这赵旭明知道他爸没病，为什么还要找我借钱？当初他以给赵阳买房为借口，在外面借了不少钱，后来我才知道这钱全用在找女人身上了，估计是想等我气消了给他还钱喽。天啊，这男人真是太不要脸了。所以他为了留住我这个富婆，只能先舍弃你了。到嘴的肥肉怎么能让你飞了呢？他当然舍不得丢，关键是得守得住。说了，我是专业的。专业。要不是你的戏份结束了，不然你就真把自己拉进去了。他们敢？当然不敢了。呀，就不怕你哥知道呀？我哥说了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你个可爱的小滑头。你就真的不喜欢我吗？哎呀，这不是怕你哥看到了不好吗？没事儿，他不会知道。我给了你哥钥匙。他真的是演员？如假包换，为艺术献身了。就算献身也不能献身给这俩蛀虫吧？要不然你以为我叫你来干嘛？当然是为了保护你啊，是保护孟郊。好戏开演了！来呀！我死了！哎，弟弟，是不是被姐姐演技折服了呀？没有我在后面保护你，你能那么顺利的进行吗？接下来就该新角色上场了。娄烨，夏姐，我们总算是真正见面了。